你听过八拜之交的说法吗？这个成语本是用来表示世代有交情的两个家庭的子女夜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旧时也用来指代异性结拜的兄弟姐妹。实际上，关于八拜之交还流传着8个著名的历史典故，分别是管鲍之交、知音之交、娇妻之交、文景之交、鸡黍之交、舍命之交、生死之交与忘年之交。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八拜之交背后的故事，以及这其中所包含的8种坚不可摧的深情厚谊的典范。最后，我们还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古人对于其他一些不同类型友情的特别称呼。管鲍之交来源于管仲与鲍叔牙之间的友谊。春秋时期，生活于齐国的管仲与鲍叔牙是好朋友。管仲家境贫寒，还要奉养母亲，而出身于富裕人家的鲍叔牙得知后，决定与管仲合作，一起做生意。尽管投资多由鲍叔牙出钱，但管仲分得更多的利润。鲍叔牙认为管仲本来家境贫困，多拿一些无可厚非。有一次，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去打仗，管仲常躲在后方，被批评贪生怕死。鲍叔牙为他辩护，指出他为了照顾母亲才顾虑自己的生命。管仲感慨，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人可是鲍叔牙呀。后来，齐国国王去世了，王子朱儿，也就是齐桓公小白的哥哥，当上了国王。他生活放纵，不理国事。鲍叔牙预感齐国一定会发生内乱，就带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而管仲带着公子纠逃到鲁国。后来，朱儿被杀，国内混乱，公子小白回到齐国成为国王。小白想封鲍叔牙为宰相，而鲍叔牙却认为管仲各方面都比自己强，建议请管仲来接任这个重要职位。小白一听，管仲曾试图刺杀我，他是我的仇人，你居然叫我请他来当宰相。鲍叔牙却说，这不能怪他，他是为了帮他的主人公子纠才这么做的呀。小白听了鲍叔牙的话，遵从他的建议，让管仲辅佐国政，而管仲也真的帮小白把齐国治理得非常好。后来，人们称赞好友之间经得起时间、空间以及功名利禄考验的深厚友谊时，常用管鲍之交来形容。知音之交来源于俞伯牙与钟子期之间的友谊。春秋时期，楚国有个叫俞伯牙的人，精通音律，琴艺高超，但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准确表现对各种事物的细微感受。一天傍晚，他乘船游览，试图在大自然和谐动听的音乐中寻求灵感。在此起彼伏的海浪声和鸟鸣声中，俞伯牙情不自禁地弹奏起来，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然而，没有人能听懂自己的音乐，因此他感到非常苦闷与寂寞。忽然，他看见一樵夫站在岸边，似乎在聆听自己的音乐，就请樵夫上船。伯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调，樵夫赞叹道：“雄伟而庄重，仿佛高耸入云的泰山一般。”当他弹奏表现奔腾澎湃的海浪时，樵夫又言：“宽广浩荡，眼前可见滚滚的流水，无边的大海。”伯牙激动地说：“高山流水遇知音啊！”这樵夫便是钟子期。不幸的是，钟子期英年早逝。俞伯牙得知后，在钟子期的坟前演奏了生平最后一支曲子，然后把心爱的琴给摔碎了，挑断了琴弦，终生不再弹琴。从此，伯牙子期的故事千古流传，人们用知音之交比喻难得一觅，了解彼此，互相赏识的深厚友谊。娇妻之交来源于陈仲与雷毅之间的友谊。东汉时期的陈仲与雷毅是同乡，早年结为知己，二人皆为饱学之士，且品德高尚。太守张云称赞陈仲，提拔他为孝廉，尽管陈仲多次推荐雷毅，张云未予通过。第2年，雷毅也被选为孝廉，二人一同进入官场。一位手下遭遇困境，欠下巨款，陈仲默默为其还清债务，始终不谈自己的恩德。还有一次，一位同事因为回乡奔丧，在忙乱中错拿了别人的一条裤子，失主误以为是陈仲穿走了。陈仲也不申辩，而是去买了一条新裤子赔偿给对方，直到那位同事归来，
才真相大白。雷毅在任职期间，举荐提拔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人，却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他曾经救助过一个犯了死罪的人，使他减刑，得以赡养一家老少。这个人为了感谢雷毅的再造之恩，攒了2斤黄金送到雷家，以表心意。雷毅坚决不收，这人只好趁雷毅不在家时，暗自把金子放在雷家老屋的天花板上。后来在翻修房屋时，雷毅才发现那金子。然而送金子的人已过世，妻小也不知，流落何方，无法退还。雷毅便将这2斤黄金充入官库。后来雷毅因为待人受罪，被免了职。陈仲也以生病为由辞职，一同还乡。雷毅回乡后又被举荐为秀才，他要把这功名让给陈仲，而刺史不批准。雷毅就装疯卖傻，为陈仲奔走呼吁。2人荣辱共享，被世人誉为交和妻。后来人们用交妻之交来形容亲密无间、荣辱与共、坚不可摧的深厚友谊。文景之交来源于廉颇与蔺相如之间的友谊。战国时期，蔺相如受赵王派遣，带着稀世珍宝和氏璧出使秦国。他凭着智慧与勇气完璧归赵，得到了赵王的赏识，封为上大夫。后来秦王又提出与赵王在渑池相会，想逼迫赵王臣服。蔺相如与廉颇力劝赵王出席，并巧妙设计。身为将军的廉颇借助自己勇猛善战的优势，给秦王以兵力上的压力，而蔺相如凭借自己3寸不烂之舌的优势，使得赵王免受屈辱，并安全返回赵国。赵王为了表彰蔺相如，就封他为上卿，比廉颇的官位还要高。廉颇很不服气，他认为自己为赵国拼杀于前线，是1号功臣，而蔺相如只凭一张嘴，居然官居自己之上。廉颇想要借机羞辱蔺相如一番。蔺相如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处处回避与廉颇见面。到了上朝的日子，就以生病为由不予出席。有一次，蔺相如有事出门偶遇廉颇，廉颇就命令手下堵住蔺相如的去路，最后蔺相如只好打道回府。廉颇觉得总算报仇了，得意洋洋，到处宣扬这件事。蔺相如的门客们听说后，纷纷表示不满。他们说，我们为您做事，是因为敬仰您是个真正的君子，可现在您居然对狂妄的廉颇忍气吞声，我们可受不了这个气。蔺相如听了，哈哈一笑，问道，你们说秦王和廉颇将军谁更厉害呢？我连秦王都不怕，又怎么会怕廉颇呢？秦国现在不敢来侵犯，只是因为害怕我和廉将军联手，一文一武保护着赵国。作为赵王的左膀右臂，我怎能因为小小的私人恩怨而不顾国家的江山社稷呢？廉颇听说后惭愧极了，便背着荆条向蔺相如请罪。廉颇由妒忌到愤怒，后来深受感动而负荆请罪，最后造就了和蔺相如文景之交的情谊。蔺相如谦让的态度，廉颇知错即改的风范，都是彼此建立感情的基础。后来人们用文景之交来形容不打不相识、同生死共患难的深厚友谊。鸡黍之交来源于张元博与范巨卿之间的友谊。东汉时期，张元博和范巨卿在游学时成了好朋友。后来2人一起告假回乡，范巨卿对张元博说，2年后我要回京城，到时我会去你家做客，拜见你的父母。然后2人共同约定了日期。后来约定的日期快到了，张元博把此事告诉了母亲，让她布置好酒食恭候好友。母亲说，都分别2年了，千里之外约定的事情，你怎么就这么相信他呢？张元博回答说，巨卿是讲信用的人，一定不会违背诺言。到了那天，范巨卿果然如约而至，2人互拜对饮，喝得十分畅快后才相互告辞。多年后，张元博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同郡2位友人致军章，殷子征早晚细心照料他。张元博临终时长叹，不能见到我的生死与共的朋友，真是遗憾啊。子征问，我和军章对你如此尽心，还不能算是生死与共的朋友吗？
张元伯说，像你们二位这样固然是我活着时的好朋友，而范巨卿才是我生死与共的朋友。不久，张元伯就去世了。一天，范巨卿突然梦见张元伯急匆匆地赶来，对他说，巨卿，我在某一天死了，要在某一时下葬，永归黄泉。如果你还没忘了我，能不能再见我一面？范巨卿在悲伤中惊醒，他如实报告给了太守，请求前去奔丧。太守虽然心里并不相信，但不忍心违抗他的深情，就允许他前往。于是范巨卿换上丧服，快马加鞭奔赴那里。他还未赶到，灵柩就已经出发了。到了墓地，要下葬，但灵柩却不肯进入墓穴。张元伯的母亲抚摸着灵柩说，元伯，难道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此时，有辆白马拉的素车远远嚎哭而来。范巨卿一到就叩拜灵柩说，元伯，你可以走了，生死异路，从此永别了。参加葬礼的众人全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范巨卿拉着引棺的绳索，灵柩方才缓缓向前。随后，范巨卿在坟地逗留了好久，为张元伯修坟种树后方才离开。因此，后世用鸡黍之交来形容诚信守约、超越生死的深厚友谊。舍命之交来源于杨角哀与左伯桃之间的友谊。战国末期，左伯桃和杨角哀结伴去楚国求官，行至梁山，突遇大雪天气。可梁山距离楚国还有很远一段路程，二人计算了一下身上的干粮，只够一人勉强行至楚国。于是左伯桃便对杨角哀说，这样下去，我们两个人就怕都要死在梁山了。我是你兄长，且身体不如你好，你不如穿上我的衣服，拿着干粮，一个人去见楚王。杨角哀听了坚决不肯，要死也是我死，况且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先赶路，后面说不定会有办法。行至几日，还是毫无人影。于是夜里，左伯桃偷偷脱下衣物，拿出干粮放到杨角哀身旁，自己躲进一个树洞。第二天，杨角哀发现左伯桃已冻死在树洞中，杨角哀大哭，但已无力改变，于是草草掩埋，穿上衣物继续赶路。杨角哀终于一个人来到了楚国，楚王了解此事后，下令将左伯桃厚葬，杨角哀也封官。夜里，杨角哀在梦中得知左伯桃的冤屈，因葬于荆轲墓旁，荆轲不愿自己的风水被抢了去，左伯桃请求帮自己换处坟地。于是杨角哀来到荆轲墓前，向荆轲求情，想替左伯桃讨回公道。第二晚，杨角哀又梦见左伯桃被荆轲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急于为其申冤。于是杨角哀向楚王写下请战书，决定以武力对抗荆轲。他来到荆轲墓地，捣毁了神像，随后自刎于左伯桃墓前。第二天，人们发现了荆轲墓被毁，纷纷来到左伯桃墓前祭拜。楚王感动于杨角哀的义举，决定将他葬于左伯桃墓旁，并封他为上大夫。此后，人们用舍命之交来形容舍己为人，甘愿舍弃自己生命来成全朋友的利益的深厚友谊。生死之交来源于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之间的友谊。《三国演义》描述了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东汉末年，当时刘焉发布榜文征募义兵，吸引了刘备的注意。当时刘备已经28岁，看到榜文后长叹不已，引起了旁边张飞的注意。两人开始交谈，张飞表示愿意出资支持刘备招募乡勇。刘备听后大喜，随即与张飞一同进入村店饮酒。正在此时，又有一位英姿飒爽的英雄关羽入店，刘备见其气度非凡，便邀请他一同坐下。三人在交谈中感到彼此非常投缘，于是决定一同前往张飞家里商议大事。张飞提议说，我家后院有一片桃园，花开正盛，明日我们可以在园中举行祭天地的仪式，正式结为兄弟，齐心协力，共谋大事。刘备和关羽齐声表示赞同。第二天，刘备、关羽和张飞来到桃园，准备了乌牛、白马等祭品，点香拜祭后发誓道，我们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姓氏不同，但我们结为兄弟，将同心协力，
扶持危难，报效国家，安抚百姓。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请见证我们的心意，若有忘恩负义之事，愿天地共同惩戒。宣誓结束后，刘备被尊为大哥，关羽次之，张飞则为小弟。刘备、关羽和张飞本是并不相识的三个人，但在乱世之中，因缘际会，三人在桃园结义，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不惜生死。后来，人们用生死之交来形容可以抛弃时间、金钱、健康，甚至生命，真心真意，同舟共济的深厚友谊。忘年之交来源于孔融与祢衡之间的友谊。祢衡年少时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文采和辩才，早在汉献帝兴平年间就因乱世避难于荆州，后来又在建安初年前往许都游学。尽管祢衡才华横溢，但性格高傲，桀骜不驯，喜欢挑剔时事，轻视他人。当时祢衡还未满20岁，而孔融已经50岁，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虽然两个人的年龄相差很大，然而他们互相欣赏，成为了忘年知己。孔融多次上奏推荐祢衡，并在曹操面前频频夸赞他。曹操因此召见祢衡，然而祢衡却对曹操不屑一顾，多次出言诋毁。曹操恨之入骨，却又因为祢衡的声名，不敢轻易加害。于是，曹操便派人将祢衡送至荆州投靠刘表。然而祢衡依旧不改习性，继续对刘表大加诋毁。刘表忍无可忍，但又不愿承担杀害名士的恶名，于是让祢衡给黄祖当手下。然而黄祖不像曹操和刘表那般顾虑，直接下令处死了祢衡，结果年仅26岁的祢衡便惨遭横祸。后来人们用忘年之交来形容不拘年岁辈分，有着共同的爱好或追求思想交流而结下的深厚友谊。除了这8种深厚友谊的典范，古人对于不同类型的友情还有一些其他称呼。比如，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友谊叫做布衣之交，不因贫富贵贱或身份地位高低而改变的友谊叫做车力之交，类似的称呼还有处旧之交。因吃喝玩乐而结交的朋友叫做酒肉之交。以利相聚，不以诚相待的交情叫做乌集之交。在逆境中结交的朋友叫做患难之交。无意中相遇而结交的朋友叫做邂逅之交。只见过一次面，交情很浅的朋友叫做一面之交或半面之交。虽然可能常见，但并不是很熟悉，见面不过点点头打个招呼的交情叫做点头之交。类似的说法还有泛泛之交。童年时代就要好的朋友叫做竹马之交。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叫做肺腑之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叫做莫逆之交。贤者之间平淡如水，不上虚华的交情叫做君子之交。一友一亲，坚定而持久的深厚友情叫做金兰之交或金玉之交。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累世交情叫做季群之交。我们一起学习了中国古代关于8种友谊的历史典故，以及古人们对于不同友情的各种称呼。在生活中，或许你曾经拥有过与《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一样的生死之交，互相扶持，共度难关；又或许你体验过交妻之交，与朋友亲密无间，心有灵犀。愿我们珍惜身边每一份真挚而宝贵的友情，远离虚情假意的利益交换。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请记得帮我们点赞。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